那我想大家迫不及待了，现场满的人潮。台灣勵志協會簡稱是 TIA AIT 的顛倒很好記，所以我們的宗旨就是扶持青年，強化台灣與國際的連結我們很戰戰兢兢的辦好每一場的公益活動。禮拜六的名人講堂呢，就是我們的招牌。那我們都請到最重量級的，今天是我們的年度的壓軸。我想大家都迫不及待了我們現在就以最熱烈的掌聲歡迎我們的董事長，歡迎我們的宋辦長。謝謝大家。今天很多是好朋友坐在這邊我覺得謝謝大家來捧場，我就不一一打招呼了。聽說今天的壓軸，我應該吃胖一點來否則這個重量實在不夠。那今天我們的勵志協會是叫 inspiration 嘛，inspiration 其實也有啟發的意思。今天我分享一個這個非常簡單的圖，可是它啟發性非常的大。這是什麼圖呢？大家請看你看這個是一個全世界把每個國家的國民所得加起來我們從農業社會一直走過來，走到了19世紀才開始成長，結果在二戰以後一飛衝天，這實在太驚人了。你看，這是我們在這一代的親身體會的。1950年的時候，台灣的個人國民所得才120塊美金，最近我聽說了，我們突破37000，大家財富一飛衝天。我看到這個圖，我非常震動。這基本上我們道家講，人修的到了得道的時候，會羽化登仙，羽化成仙。這人類社會現在是羽化成仙的。你千百年來的那個國民所得沒有成長，突然現在一飛衝天，這是多麼這個讓人這個興奮、讓人這個震驚的事情。大部分人都沒感覺。你每天有什麼捷徑跑去看煙花，擠得滿滿的，這麼重要的人類智能的放射，大家沒感覺所以這是我們這個第一要從這裡開始。為什麼會財富這樣子一飛衝天？因為現在科技讓我們具有智能可以無中生有，創造巨大的財富。我們現在每個人用蘋果手機第一支出現在2007年不到20年，賣了超過25億支。我中間創造多大的財富？蘋果手機之後還有安卓手機，數量比這更大，是吧？同樣的，2007年特斯拉推出它第一部電動車叫 Roadster， 至今呢，你看它已經賣過超過850萬台，所以這個財富的這個創造是非常驚人。那你比方說，你看，如果你2019年第一季買入特斯拉，現在可以賺多少呢？我有經驗，因為我買過。2017我買了特斯拉，那時候一股300塊，300塊以後，它後來有分割嘛，有一次分5，一次分3，所以說你一股變成15股，所以你300塊成本變20塊嘛。那依據最近這個特斯拉這個平均收盤價大概480嘛，就是24倍，對不對？24倍沒什麼了不起，你如果在低的時候買 NVIDIA。100倍，你看，另外看那個 ChatGPT 2022年底才這個發布，3年而已那現在它每日答复25個問題，市值估計超過5000億美元，巨大財富的創造，就在每天在發生在我們眼前，所以人都成仙了，是吧？有人就講了你們這個財務不均你們這樣發的話，造成嚴重財務不均，是不是呢？確實雖然我買特斯拉賺了一點小錢，可是我每天看我的鄰居，看到鄰居郭台銘，我就覺得財富非常不均。這不得不承認對。可是現在很多人在抱怨財務不均的時候通常都忘了2件事情重要，一個叫做消費者盈餘。我們這個社會現在有巨大的消費者盈餘。什麼叫消費者盈餘就是這個東西100塊我都會買，可是它只賣我20塊。
中間80塊就是我的消費者盈余。我們社會存在着巨大的消費者盈餘啊。那很簡單，我們舉個例子啊，像嬰幼兒疫苗這一張圖呢，可以看到，就是說，在1750年呢，全世界嬰兒啊活不到5歲的比例啊，高達30%以上，有的年份分的高達50%。比如說生2個5歲之前死1個，那麼這麼高的死亡率，後來因為什麼？因為大量疫苗，所以它傳染病不受感染，所以現在的這嬰兒很難，除非你虐待他，他不會死的。這個就靠什麼？靠疫苗啊。所以說，如果說你今天有生小孩啊，疫苗賣多貴，你都會去買，對不對？可是現在免費，還要勸導你去打，是吧？這個就是代表巨大的消費者盈餘啊，這是很多人這個沒有注意到的。就我們活在一個巨大的幸福當中，跟以前相比啊，因為我沒感覺，還強迫我們去接受，是吧？那麼另外一個就是說，大家沒有注意到的，說雖然整個社會還有貧富不均，可是赤貧的數量比例一直在減少。什麼叫定義赤貧呢？照這張圖來講，每一天的所得沒有到2塊美金啊，算是赤貧。1820年的時候，高達90%的人都是在赤貧線下。可是現在呢，整個世界不到10%是赤貧的。現在那個窮人變得比以前來少很多了。這個就是社會整體的財富在增加。剛剛講的幾個圖表啊，都是從這本書出來的。是2018年這個哈佛大學教授 Steve Pinker 啊，他出了一本叫做Enlightenment Now。上周出版社呢，在2020年把它翻了叫做在啟蒙年代。我有一次在那個台大演講嘛 ，EMBA 班300個，我每個人送他一本，算一算，哇，送了20萬哎。其實今天也可以送，不過來不及。那這本書啊，我認為是大家應該看看，因為裡面有他們統計了非常多的像世界銀行啊、聯合國啊很多研究機構提供各種數據啊、圖表啊，來讓我們看到現在這個社會啊，比以前巨大的進步。現在人啊，健康壽命大大增加。台灣在戰後，它平均壽命是40歲，現在80歲。以前人生七十古來稀啊，我現在80歲來站這裡演講，對。那不知道該感謝誰，感謝太多了。感謝這個時代，對不對？像以前韓愈講，40歲啊，事茫茫，髮蒼蒼，齒牙動搖，又沒有植牙啊，對。對。那麼，另外我們現在整個世界啊，它的環保安全各方面的大不大的進步。比方環保來講，在書裡面有講，我們現在這個陸地的面積啊，大概有15%是劃成國家公園、野生動物保護區，這什麼概念呢？就差不多2個美國的面積都劃成了保護地。全世界的海洋啊，有的12%也是劃成保護區啊。所以這個都是人社會巨大的進步啊。所以另外也大量福利國家湧現出來啊，就是照顧所有民眾。像我們的健保，就是福利國家體現了啊，這重大的福利也是重大的消費者盈餘啊。不過最近發那個1萬塊錢，我是有意見的。那不叫福利，那狐狸，這糊塗的亂送錢啊！對不起啊，不講這個。那麼這本書呢，這個我覺得非常值得看。那麼講了很多正面的，不過呢，並非每個人都認同啊。我發現什麼？這裡面那個序啊，那個朱敬一講話。朱敬一大家知道是中研院院士，以前做過國會主委嘛，對吧？他說，如果你問我願意活在現在還是活在100年前，我的答案絕對是現在，因為不論從哪個角度看，現在社會都比100年前好太多了。但是，如果你問我，現在人民與1000年前人民何者的生活比較幸福，這恐怕就沒有標準答案了。別人講就算了，他是中研院士、國會主委講這話啊，那我們就好好來探討一下了。好，首先看了就是說，就像1000年前是宋代嘛，北宋，那麼是農業社會。農業社會第一個它是很窮的，農業社會怎麼樣窮法？我給大家一個簡單的概念，台灣呢、現在農業佔總產值的不到2%，啊，大家知道嗎？農業產值很低的，農民是很辛苦，可是用到70%的水，
所以今天打台灣的工業啊，什麼這個服務業，通通不要，通通去做農業，你只能增加多少？70%水都給你用，100%給你用，只能增加多少？就做2%變3%而已嘛，是不是這樣子？你再不能上去了，沒水了。所以你把全部都做農業，到現在整個產值不到3%，也就是說我們整個經濟要塌縮掉97%，是不是？所以農業是很苦的啊，這是第一點，千萬不要對農業啊有什麼這個過多幻想。可是農業其實代表我們人類社會的偉大的進步。為什麼說呢？在農業社會，我們人類這個叫智人啊 ，Homo sapiens 是10幾萬年前出現嘛，在非洲東岸啊，大家知道。那現在有人常問我說：“哎，你的籍貫是哪裡啊？是不是山東？”我說：“不是，我是非洲，非洲東岸嘛。”所以馬英九跑到湖南祭祖，說：“你搞錯了，你應該到非洲去啊。”這我們開始是漁獵社會，靠打獵捕魚嘛。打獵捕魚啊，人家算過，就是要5平方公里水草豐沛的地方才養活一個人。那人多怎麼辦？殺、趕。所以以前人的原始人類沒有車子，甚至沒有鞋子，千里迢迢大遷徙，為什麼？後面有人殺他。所以如果照這個來講，你看。台灣這36000公里的這個土地，平地啊，能夠務農的大概只有1萬公里，照這個比例啊，只能活2000人。我們今天已經容納了台灣人口的5%在這裡啊，所以這個是以前。可是農業出現這個偉大的技術進步，農業進步以後，使得我們每有0.5平方公里可以養活一個人，也就是我們生產力增加了10倍，所以地球可容納2億人。到了5000年前，懂得灌溉以後，我們可以0.1平方公里養活一個人，所以地球理論上可以容納10億人。1500年呢，統計上地球人口沒有超過4.5億，啊，所以這樣大家知道說，以前人生活是非常困苦，而且雖然農業有偉大的進步，可是農業其實並不是我們人類可以久待的環境。那農業社會多苦啊！這個司馬光。這個曾經有一篇《論勸農》雜誌就是這個公文吶啊，你看他講的農民生活啊，苦生苦力，餓衣立食，以資百谷，復煉炊煙，窯役炊煙，焦碎了把它榨乾了，還要去出勞役。豐年的時候啊，這賤跳以供上司去，賤跳什麼意思？就是賤賣谷物嘛，谷賤傷農嘛。上司去就官家要，還要給在家。為什麼在家？因為農民是個體戶，需要借錢來租地、買農具、買種子、付藥費，所以農夫都欠債累累。豐年的時候還債，凶年的時候怎麼辦呢？流離棄鄉，轉使供貨，就是這個1000年的農民的生活。當然了，有人說啊，這個農民是苦，可是我是士大夫啊。1000年前有蘇軾這種人啊，是吧？每天美食啊，遊山玩水，行詩吟詞，很瀟灑。是不是這樣子呢？哦，你看這個蘇軾的故宮給他寫的《寒食帖》，想要被流放到黃州3年了，生活之苦啊！前面的不管他，最後一段說：“野泥枯途窮，死灰吹不起。”到這個境界啊，我想學那個竹林七賢的阮籍啊，阮籍就喜歡到處逛沒路的話，他就大哭啊，叫枯途窮。我想學哭，可是我都哭不出來。心如死灰，連哭的力氣都沒有，這是蘇軾。所以說，從這裡來講，我們說，這個對農業時代不要有幻想。說1000年前跟現在誰比較幸福？沒有標準答案。有，你看《寒食帖》知道有標準答案。你不要活在那個時候，是吧？其實南北宋時期啊，相對來講是商業比較發達，管理比較寬鬆的時候，所以一般人生活比歷朝歷代算比較好。可是呢，你看。他的統計啊，南北宋之間發生了無數次的這個農民革命，大概每0.7年就會有一次，所以在農業時代呢，經常會發生這個戰亂。一發生戰亂的時候很恐怖。現在了解說，從漢末到三國啊，這麼一折騰呢，漢末5600萬人口啊，到三國建立的時候
減為800萬。那麼唐代安史之亂搞了7年，唐代人口從5300萬降到1700萬。那你看滿清入關啊，1600年的時候，明代有近2億人口，到清初這個1650年，大概順治6年的時候，不到9000萬，1億多人殺了。尤其是四川，上百萬人殺成幾萬人，啊，後來四川的人口就要從湖北啊、廣東調過去，啊，就是這樣，很恐怖。其實毛澤東主政以後，也搞死1億多中國人。我們一個姓曹的，還有時候會寫詩啊，他寫個這個蒿里行，蒿里是墳墓的意思啊。鎧甲生機獅，萬幸一死。鎧甲生機是什麼意思啊？獅子嘛啊，長在身上。雞是獅子的幼蟲，你說那個中年打仗，士兵啊都沒有時間把盔甲脫下來洗澡，所以那個獅啊、雞啊都長到鎧甲上面去了。萬幸一死亡，比方說我們講百姓嘛，死人太多就萬幸。白骨露於野，到處是白骨，千里無雞鳴，沒人了，但雞也沒了。然後說沒人了，不是野雞會叫嗎？野雞出現，立刻被抓去吃掉了。生民百遗一，100個剩1個，哦，念之斷人腸，曹操寫的啊。那其實我跟曹操沒關係，而且曹操也不姓曹，他本名夏侯的，所以這個都是讓我們體驗到，我們現在所處的是幸福的文明社會，以前農業時代是野蠻社會。朱經一講說，活在農業時代可能比現在幸福，應該是我想說。快筆下的詩言，因為他寫文章非常快，絕對農業時代啊是人生命的悲歌。從農業時代走到我們現在文明時代啊，靠的是什麼啊？那這個是我們應該了解的。為什麼我們可以從這個野蠻農業時代走到今天？